你们3个赔钱货，还不起床干活？阳春4月，大田村中间的一间破旧的土坯房处，一早上就传出了一道恶毒的咒骂声。张凤、张弟，你们2个赶紧去挖野菜。今天要是挖不回野菜，看我不收拾你！还有你个扫把星，赶紧挑水煮早饭。昭凤小心翼翼地看着李氏。二娘，昭莲还小，要不我煮，我们吃了早饭再去。我们肚子饿。哎呦呵，你还长能耐了你啊！二娘怎么说你就怎么做。你们还想吃早饭？家里头都快没米下锅了，一天给你吃1顿就不错了，还想着一天吃几顿呢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呀！昨天晚上都没得吃多少饭，现在肚子饿得不行，水还没来得及喝一口，昭凤和昭弟拿过菜篮子就被赶出了家门。看见一旁的昭莲没反应，李氏顿时火大：你个扫把星，赶紧的去挑水！村口的老水井处，不少人都在挑水。昭莲挑着水桶去那里排队等着。昭莲呐，你二娘又让你挑水了。可怜的娃，这么小怎么挑得动这水？这水桶都这么高这么重，你个子又那么矮。是的，六婆早。现在天气还凉，你这孩子咋只穿这么一件薄衣裳，不冷吗？看见昭莲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补丁衣服，刘氏满脸的心疼。你大姐和二姐呢？二娘让他们挖野菜去了。你们家去年收成好像还好，哪用挖野菜吃？刘氏皱了皱眉头。这时旁边有妇人搭嘴：刘婶儿啊，也不能这样说，像他们这一大家子10多口人，都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，一顿要有不少的口粮。像现在这段时间也没下雨，还不知道今年收成咋样。我看呢，大家伙今年还得勒紧裤腰带，省着点吃啊。也是，像前2年呢收成不好，去年收成好了些，今年还是得防着点儿。来，昭莲，把桶拿过来，我帮你提水上来。谢谢三婶儿。昭莲说完，赶紧小碎步把2个桶放到了三婶王氏的面前。王氏提了1桶水上来，分别倒在了2个桶里，一边小半桶。行了，你看看能不能挑得动。昭莲把扁担穿过了绳子，撅着屁股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尝试好几次，终于把水挑起来。行吗？不行我再少倒点儿。可以的，三婶儿，我先走了。看着他踉踉跄跄的背影，王氏摇了摇头。唉，他们家那仨姑娘可真可怜呢，吃得少干得多，那儿子就像宝似的捧在手心上。唉，可不是嘛，谁让人家李氏是后娘，又生了个儿子，可不得捧在手心上吗？这3个闺女啊，又不是她生的，当然跟使唤丫头似的。唉，你们还是少说2句，要是传到李氏的耳朵，他那张嘴可不是好惹的。李氏站在了院门前，远远的看到昭莲回来，大声的咒骂：那个死丫头怎么这么慢呢？还不快点儿，又找打是吧？说着转身回屋。昭莲憋红着脸，肩上的水桶像1000斤重似的，压得她肩膀一阵疼。谁料正准备进门的时候，4岁的弟弟何昭福跑出来，2人撞了个正着。李氏听见了儿子的哭声，赶紧走出来。哎呀，福宝啊，你咋了？昭福看见李氏出来，哭得更厉害了，指着昭莲：娘，那扫把星撞我摔着了，我屁股。昭莲眼神惶恐，肩膀缩了缩，赶紧解释：二娘，不关我的事，是福宝走出来撞到我。你个死丫头，还嘴硬！哎呦，你个扫把星啊，水都到家门口了，都被你洒了。这时
一道恶狠狠的声音从堂屋传了出来：“老大媳妇儿，今天该轮到你们大房煮饭，怎么还没人去煮早饭？”“就是啊，大嫂，今天可轮到你们了。这会儿灶房还没动静呢，往常这会儿我们早该吃饭了。你明知道爹和娘每天都是这时候吃早饭。”李氏回头一看，二房梁氏正搀扶着婆母杨氏的手臂，阴阳怪气地看着自己。哎呀，娘，都是这扫把星，本来水都到家门口了，又被他给洒了。阿奶，不是我，是福宝撞了我才摔倒的。丈夫，给阿奶看看有没有摔着啊！你个赔钱货，想起了你那倒霉的娘，只会吃不会干活，做点小事都做不好。可是这水摔了又不关我的事，是福宝。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！你个扫把星，看我不扇死你！说完，李氏一巴掌狠狠地朝昭莲甩了过去，扇得昭莲一个站立不稳，踉踉跄跄地向后倒下去。好巧不巧，昭莲倒地的时候，后脑勺刚好撞到了地下的石头，鲜血顿时流了出来，染红了地下。看着昭莲没有起来，李氏顿时火大：“你个死丫头，快点起来，还在装死！老大媳妇儿，还不快点儿，我都快饿死了。”娘，那扫把星头上好像流血了。李氏心里咯噔了一下，不可能，这死丫头怎么这么不经打？这时门口走过来一位妇人：“哎呦，快来人呐，出人命了！何家的后娘打死人了！”大河村四处环山，王氏的声音久久在村里回荡：“哎呦，快来人呐，出人命了！何家的后娘打死人了！”经王氏这么一喊，不少村民跑出了家门，围了过来。哎呦，可怜的娃呀，才几岁，天天被后娘打，这会儿流了这么多的血，我看悬了，还真是造孽呀！那不是嘛，这么小个人儿，还狠心让他去挑水。哎，王氏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啊！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打他了？是他自己挑水不稳摔倒的，怪不了别人。王氏只能赶紧扶起了昭莲，试图唤醒她。可此时昭莲气若游丝，对王氏的呼喊丝毫没反应。李氏忙上前查看，见昭莲脸色惨白，毫无血色，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。大嫂，你也太狠心了吧！她虽不是你亲生的，可你也不至于下这么重的狠手啊！啊，周丽，你可别瞎说啊！可不关我的事儿，是他自己摔的。哼，李氏，要是今天昭莲有个三长两短，一定和你脱不开干系。说完，王氏手忙脚乱地脱下了衣服，试图堵住昭莲流血的后脑勺。老头子、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你们快出来，出事了！一名看着表情严肃的老者，还有几个汉子走到前边，分别是父亲何森和3个儿子。爹，这扫把星是自己挑水站不稳，摔到地上撞到了石头。原来是那扫把星，哼，死了才好呢，省得跟我抢饭吃。这是3房高氏的儿子何东。你这混孩子，咋说话的？看看死了没？要是死了，抬上后山埋了。突然，昭莲一阵抽搐，紧接着头歪到了一边，没了动静。昭莲，昭莲，你醒醒！王氏大声地呼喊着，可是昭莲毫无反应，双手软绵绵地垂下去。爹，昭莲她死了，爹，这可咋办？慌什么慌？这扫把星死了省事儿，抬上后山埋了。这下围观的村民炸开了锅。这时有村民喊道：“哎，村长来了！”只见傅林急匆匆地赶了过来。副村长60上下，留着花白的须根，身穿一身长衫，看着倒是有几分儒者的气质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听说后娘李氏打死人了。村长，
赵莲好像不行了，都是那个李氏，都是他害的。哎，村长，你可别听他胡说呀！是这死丫头挑水站不稳，是她自己摔倒撞了石头的。村长，这事儿真不怪我们老大媳妇儿啊，是这丫头自己摔倒，也是天意。算命先生早就说了，他命里啊有这一劫难。这可怜的孩子啊！要我说啊，他娘死也不怪他，也不知道这算命先生算得准不准。肯定准，不准也算不出他有这一劫呀。王氏，快让开！既然人死了，我们要把他抬山上埋了。何洁听到了一阵女孩的哭声，紧接着一阵脚步声在自己身旁停了下来。你们俩快让开！这扫把星死了，得赶紧的把他抬到山上埋了。爹，求你了，救救妹妹，妹妹没死。突然，何洁顿时打了个激灵，猛地睁开了双眼。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啊？少莲，是你吗？你是人还是鬼啊？我是大姐。昭莲抬起了头，看着眼前两个比她大了不多少的小女孩。大姐、二姐，我没死。太好了，昭莲，你吓死大姐了。招娣回过头来，高兴地对大家说道：我妹没死，她是人。哎呦，没死就好，没死就好。昭莲，眼下村长也在，他会为你做主的。你快说，是不是你二娘推的你？老二媳妇儿，你怎么说这话？那可是你大嫂，你可不能往她身上泼脏水呀！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。好哪个梁氏啊！你这分明就是挑拨离间，挑拨我跟这孩子的关系。他们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可是我待他们也不错呀。哼！哎呦，大嫂说这话不觉得脸红吗？我都替你臊得慌。行了行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昭莲，眼下村长在，你不要害怕。快说，你是自己摔的，还是有人打你的？说着，王氏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李氏。王氏，你什么意思呀你啊？你以为是我打他的吗？啊！哎，死丫头，你当着大家伙的面说，到底是你自己摔着的，还是我打的你？我不敢说。怕啥？村长替你做主。昭莲，快说嘛，是不是你二娘打的？二婶儿，你怎么知道？二娘，我可什么都没说，都是二婶儿说的。你这死丫头，你！李氏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要是不说出个理由，我可要报官了，说你后娘虐待闺女，差点致死。哎呦，村长，冤枉啊！梁氏幸灾乐祸地在一旁看着。村长，这是我们的家事啊。哼，你们是大田村民，归我管。要是出了人命，这县老爷怪罪下来，说我治管不严。村长，你也别怪二娘，都是我不好。本来我挑水回家煮饭的，可是临到门口，把这水就全洒了，所以二娘才生气，打了我一巴掌。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到了石头上。本来昭莲也不想开口帮后娘求情，可这想着到时候她肯定更恨自己，而且自己还小，所以兜一圈，先吓一吓她，再帮她求情。啊，是的，村长，你说谁家孩子调皮不打一下呀？我那也是在气头上，气急了。李氏说的也对，谁家的孩子要是事儿没做好，都得挨训。要不这样吧，李氏，你赶紧把梁大夫请过来，帮昭莲看一看。对，你们赶紧去请梁大夫过来。要是昭莲没事啊，那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哎呦，大爹，赶紧的，快去请梁大夫。梁氏一听，傻眼了，这请大夫花的还不是大家的银子。哎呦爹啊，这请大夫可得花不少银子呢，咱家哪有钱呢？要我说，这钱应该大方出。闭嘴！何森冷着脸朝一旁的何木说道：老大，赶紧请梁大夫。哦，
我这就去。看见公爹生气，梁氏也不敢再说什么，毕竟今天他说的话也够多了。村长让其他人都散开，不要再看热闹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很快，梁大夫被请了回来，梁大夫也开了几副活血化瘀的药，交给了招凤，让他到时候熬给妹妹喝。诊金10文，药费100文。什么？这么贵呀？梁大夫，就这么点破药你都要收100文，你还不如去抢呢。好你个李氏，我梁某给人看病从来不是挣钱，没被人质疑过。这药20文一副，一共开了5副，我这些可都是活血化瘀的好药，吃了药当然好得快一些。李氏一听，顿时眼睛一亮。梁大夫，这么说不吃药也能好啊？那还开什么药啊？200文我都可以买好几斤粮食了。看大夫不拿药，你请什么大夫啊？我可告诉你，要是不喝药，到时候说不定啊，他还会落下什么病根，这伤着脑袋可不是件小事。行了，老婆子，快给梁大夫拿钱。老头子，老杨氏还想说点啥，让你拿就拿。梁大夫，您慢走啊。看见老杨氏终于给了钱，王氏也松了口气。李氏，下不为例啊，以后对孩子可得好点。哎，村长您慢走啊。送走了村长，李氏这才松了口气，回过头来又瞪着招莲骂：都是你这个丧门星，害咱家花了100多文冤枉钱。你还有脸说？要不是你，这事儿至于闹成这样吗？弄得咱家让全村人看笑话。你2个死丫头，还不快点去煮饭呢？就这样过了半个月，你们3个赔钱货还不起床？你以为是千金大小姐呀？快点起床！天天都是我们挖野菜，也没有进到我们肚子。你这扫把星说什么呢？要不是我心软，早就把你掐死了，哪还留着你的命到今天？你不掐死我，那就是留着我气你。我告诉你，小心被我气死。哎呀，这一大早的，这死丫头是中邪了。赵莲，你可得谢谢二婶，你们帮芳儿他们多干些活，要不是二婶，你早就被阿奶掐死了。二婶儿，我知道你们懒，可是我也懒。这样吧，你干脆还是叫阿奶掐死我算了。哎，你这孩子咋说话呢？还分不清好赖了，看来也是贱骨头。梁氏说着，骂骂咧咧的出去了。招凤一脸无奈的看着招莲。招莲，你少说几句，要惹恼了他们，咱们没好果子吃。你个赔钱货，让你干点活唧唧歪歪的，要我说呀，掐死你都算便宜你了，信不信老娘把你卖了换银子？二娘，你说的对，我是赔钱货，卖我也不值钱，你儿子值钱还是卖你儿子吧。哎，反了你了还，一大早上吃错药了，看我不打死你。要我说，这招莲还真是贱骨头，欠打。紧接着他装作一脸的关心，大声地对着招莲说道：招莲呐，你再这样等一下，阿奶生气了，你认命吧，你可翻不出阿奶的手掌心。哼，我凭什么认命？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反了，这丫头真的是撞坏脑袋了。阿奶，你们别生气，我们马上就去挖野菜。招凤说完，害怕老杨氏又动手，赶紧拿过来几个菜篮，拉着招莲跑出了家门口。招莲，这些天你怎么了？总是时不时的顶嘴。你要知道，这样最后受苦的还是你自个儿啊。咱们娘不在了，爹又不疼，没人替咱们撑腰，咱们可得夹着尾巴做人，不能轻易惹他们生气。对，大姐说的是。赵莲扭头看了看，发现何月娥他们几个也出门了，正在后边偷偷吃着他娘塞给他们的东西。堂姐，我肚子饿，能不能分点给我吃啊？这可是我娘给我的，凭什么给你吃？阿奶说了，你就是扫把星，咱们家之所以这么穷，都是因为你。
哎，昭莲，忍着点，很快就到吃中饭了，到时候咱们挖野菜回去煮。大姐，可是我肚子好饿。说着，回头又望了一眼何月娥和河东。看什么看？谁让你们没娘？哥，咱别搭理他，娘说了，他是扫把星，谁跟他在一块儿都是要倒霉的。看见何芳和何月娥手里都有黑面饼，昭莲赶紧跑了过去，一把抢过他俩的饼，撕了一半进嘴巴里。哎，你这个扫把星，居然敢抢我的黑面饼！招凤招娣，你们俩敢吃，快还给我！大姐、二姐，别听他的，快点吃，先填了肚子再说。吃就吃。嘿嘿，我就吃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要告诉我娘。哥，你要替我报仇。你这个扫把星，居然敢抢我妹的东西，我看你是皮痒了。哥，快打他！河东，你消消气，都是我们不好，你别生气了。要不这样，待会儿我们姐妹几个多挖点野菜给你们，行不？你们两个乞丐，这还用你说？一直以来不都是这样吗？告诉你们，今天的事儿我回去得告诉阿奶，到时候让她不给你们饭吃。哼！大哥加油！大姐、二姐，你们俩没事吧？看着招凤和招娣被河东甩倒，半天爬不起来。你敢打我大姐、二姐？我打的就是你们！我娘说了，都是因为你们几个，不然我们每顿都能吃饱饭。以前看你们挺老实的，想不到今天居然敢抢我妹妹的饼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不是要打我吗？过来呀！张莲，你就别再惹事了，你福聚软啊！这扫把星今天怎么和往常不一样了？你不是要打我吗？来呀，过来呀！谁怕谁啊？不过来你就是大肥猪！哥，你这是咋了？你长这么大的大个儿，该不会真怕了他吧？谁说的？谁说我怕他了？哥，那你就上去打他，到时候如果娘煎了鸡蛋，我那份给你吃。对，到时候我那份也给你吃。这可是你招惹我的，居然敢说我是大肥猪！说完，朝着昭莲噔噔噔地跑过去。昭莲，快跑！哎呀，哥，你没事吧？你个扫把星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我今天跟你拼了！他人矮小，身材灵活，连忙躲过了河东的拳头，一招佛山无影脚踢了出去，正中河东的门面，顿时河东应声倒地。昭莲顺势坐在了河东的背上，把他双手反手扭在自己身后，顿时疼得他哇哇直叫。你打呀，这个大笨牛，看你还能的！疼死我了！昭莲皱着眉头，妹妹好棒！招娣在一旁兴奋地鼓起了掌。何月娥和何芳没想到昭莲居然能打赢河东，顿时也傻眼了。你快点把我放开，不然到时候我告诉阿奶，到时候她打死你们！来人呐，扫把星打人啦！何月娥惊慌地大喊：你给我闭嘴，我等会儿收拾你！你们俩过来。大姐、二姐，以前他们不是扇了我们很多耳光吗？咱们这会儿讨回来，别怕，像我这样被打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以前你们打的我们有多爽，现在我以牙还牙还给你们。昭莲看着招凤招娣迟疑着，赶紧催促他们：大姐、二姐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打呀！咱们今天非得出这口恶气。我怕。招凤迟疑着，招娣有些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啪！招娣试探地打了何月娥一巴掌。二姐，大力一点。昭莲，你们去哪儿回来呀？给三婶看看你头上伤咋样了？我们刚去摘野菜，我的伤差不多好了，谢谢三婶儿。这时，
王氏看见昭莲的菜篮子里面竟然装着白花菜，顿时大惊失色。天哪，你咋摘这个？这叫龙葵，可是有毒的。三婶，你认错了，这菜没毒。昭莲呐，你娘不在了，你可得小心着点儿。你还这么小，三婶真担心你。以前我可是听说了，你阿奶吃了菜上吐下泻，几乎没了半条命。你这会儿要是把这菜拿回去啊，估计待会儿还得挨打。三婶，你就放心吧，没事的，我可要回去了。昭莲朝三婶挥了挥手，没过多久，破旧的矮坯房响起了老杨氏那震耳欲聋的声音：“你这死丫头，你怎么把这毒草给摘回来了？你是不是诚心想毒死我？快点滚出去！”何月娥和何芳回到了家，忘记了昭莲警告他们的话，又向他们的娘哭诉着告状：“好你个臭丫头，竟然敢打我们家冬儿和月娥！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”你个死丫头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今天就让你尝尝我这棍子的厉害。李氏对这一切视而不见，反正也不是他的闺女，要打就打，死了也干净。大哥，这可不怪我们，谁让他们打人在先呢？他二叔三叔啊，你们随便打，这臭丫头骨头硬得很。二婶三婶，求你们放开妹妹，她还小不懂事，要打你就打我俩。你们两个死丫头，快让开！你以为你们逃得了吗？待会儿轮到你们。你们俩快把我放开，不然我要你们好看。孩子他爹！高氏和梁氏几乎同时喊了出来，何树和何竹赶紧从堂屋跑了出去，追了出去。可昭莲一下就跑得没了踪影，两人气急败坏地走了回来。娘，居然让那扫把星逃了！你们两个臭丫头，那扫把星做这样的事儿，你们也跟着一起胡来，看我不打折你们的腿！紧接着，老杨氏走到了院门口，大声地叫骂道：“昭莲，你个臭丫头，快回来！你要是不想昭凤和昭娣替你受罪，你就快回来！”他可不能自己躲起来，而让他们挨打。正在转念间，屋子里传来了哭声。昭莲听出来了，这是大姐昭凤的声音。你们这几个赔钱货，让你们吃饱了去打架是不是？我让你们打，我让你们打！阿奶，我们不敢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昭凤大声的求饶，紧接着梁氏的声音也响起来：“那扫把星让你们打你们就打，这会儿我打你们，他怎么不来救你啊？”紧接着又传来一阵凄厉的哭声。昭莲再也听不下去，昭莲眼珠子一转，顿时计上心头。事不宜迟，她赶紧朝着邻居三婶家走去。昭莲敲起了王氏家的院门：“谁呀？”“三婶儿，快开门，是我是昭莲。”“昭莲？该不会出啥事儿了吧？”王氏心里咯噔了一下，赶紧出来开门：“三婶儿，求你救救我！”“哎呀，这是咋回事啊？你先起来，来进屋说。”“来不及了，昭凤和昭娣他们俩快被打死了。”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昭莲将事情的大概说了一遍，让王氏帮忙去找村长，并说了自己想要断亲，脱离何家。王氏摇了摇头：“这可怎么成啊？你还这么小，要是真断亲，你怎么生存下去啊？”“三婶，你看，如果不脱离他们，我们姐妹三人迟早会被打死。脱离了他们，说不定我们还能活下去。”王氏听着昭莲说的好像在理：“三婶，求你了。”“哎，丫头，啥也别说了，三婶答应你就是。”“那你得快点儿。”“哎，我这就去。”王氏说完，赶紧马不停蹄地走出去。昭莲这时也赶紧往家里赶，还没走近，昭莲就听到大姐和二姐的哭声：“你们别打大姐二姐，我回来了。”“昭莲，你快走，你不要回来，回来你会被打死的。”
你倒是走啊，怎么又回来了？能的你，就凭你也想救他俩，别痴人说梦了。哼，你们放心，我既然回来，就不打算跑。跑？关键是你能跑得了吗？我要是想跑，你们谁也拦不了。臭丫头，算命先生说你是扫把星，果真是扫把星。要是你听话，家里还能给你一口吃的，可你非要这么折腾，就别怪我这个做二叔的对你不客气了。哼，二叔说的这么好听，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侄女吧？既然你不把我当侄女，我更不会把你当二叔。说的好听，你身为长辈，总是纵容你自己的儿女欺负我们，我只是以牙还牙，怎么样就受不了啦？何竹被他对得脸红一阵白一阵，不过他说的确实也是事实。可是这又怎么了？就连爹都不管。大姐二姐，我来啦！很快，昭莲就走进了堂屋。只见祖父和珅和祖母老杨氏端坐在堂屋的八仙桌两旁。你们俩给我住手！昭凤看着昭莲，语气微弱地说道：昭莲，让你别回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糊涂啊！大姐和二姐白挨打了。姐妹情深是吧？我就知道你会回来，我让你看着他们是怎么被挨打的。接着梁氏手中的棍棒继续落在了昭凤的身上。高氏狠毒地看着昭莲，你抢了月娥和冬儿的口粮不说，竟然还打他们俩，我让你们打得舒服。接着一棍又打在了昭娣的身上，我让你们住手！话音刚落，昭莲猛地冲上前去，手里的棍棒毫不客气地打在了梁氏和高氏的身上。转眼间，高氏和梁氏就被他打得抱头蹲在地上，大声地哭喊：老大，你看，这就是你生的畜生，养条狗还懂摆摆尾巴，养他们简直是糟蹋粮食。是，爹教训的对。你不懂得教女儿，老二老三替你教。哎呦，爹娘，你是不知道，他们几个骨头硬着呢，特别是那扫把星，总和我们对着干。何树和何竹占了上风，他们俩的棍棒无情地落在了昭莲的身上。昭莲瘦弱的身子顿时满身的伤痕。副村长刚吃过中午饭不久，正坐在椅子上剔牙。二嫂子，村长在家吗？搁家呢，什么事找他着急忙慌的，这午饭还没下肚呢。二嫂子，出大事了！哎呀，我还是找村长说去吧。哎呀，谢天谢地，村长你在就好了。王氏，你又有啥事儿？村长，你快跟我走，赵莲那丫头又出事了。这回又是啥事啊？王氏大概说了一下，还说何家正在打人，孩子哭得凄惨，老远就听见了。村长，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，我看这事儿要是能拖，就让昭莲脱离何家吧。你说的轻巧，要说断亲啊，我看那何家巴不得呢。可是你得想想，他一个7岁大的娃，要是断亲脱离了何家，啥都没有啊，他住哪儿吃哪儿啊？咱先不说这事儿，去看看再说。何家堂屋内，昭莲被打得遍体鳞伤，全身上下没有一块肌肤是好的。爹娘，他还这么小，要不这事儿就算了吧。还小？我看这丫头就是个贱种，天生的坏种，小小年纪不学好，要是继续放任呢，指不定以后还得杀人呢。老大媳妇说的对，明知道那菜有毒，他还竟然把那菜摘回来，想毒死我。对着哥们还能下狠手，以后还有什么事儿他不敢做？哼，还真的是贼喊捉贼，有本事你们就打死我，不然以后我绝不放过你们。瞧瞧你，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阿南，求你别打昭莲了，你饶了他吧，再打就要出人命了。你要打就打昭凤吧，是昭凤没有管教好妹妹。你给我滚开！爹，你快救救妹妹！
哎呀，人还没死呢，哭什么哭啊？何家的院门外围了一大堆村民。今天何家到底是咋的了？又开始打那女娃子？哎呀，可不是嘛，这姐妹几个可真可怜，没有一天不挨打的。早上我看到还好好的，那几个娃一起去山脚那边挖野菜呢。没错，回来的时候我还看见他们了。当时昭莲的篮子里还装着一篮子的龙葵，我跟他说这有毒不能吃，他还不信呢。哎呀，该不会就是因为这事儿吧？这时有眼尖的村民看到村长过来了。哎，村长来了！村长，何家人在里面搬柴火，不知道是不是要放火烧谁呀？什么？村长怒瞪着双眼。娘，这可咋办？村长来了。不管他们，这是咱们的家事。再说，又不是他们沾上扫把星，他们当然不着急。快点儿，你们加快动作。昭莲，你快醒醒！大姐、二姐，你们在干嘛？原来是村长啊！村长，他们要放火烧昭莲！什么？赶紧给我住手！王氏左看右看，发现没有看见昭莲姐妹的身影，赶紧往堂屋走了进去。三婶啊，你进去干嘛呢？再说我们家人可全都在外边，招娣、招凤和昭莲呢，他们去哪儿了？王氏刚走进去，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只见昭莲奄奄一息地躺在一旁，招娣和招凤被防手绑在了一块儿。王氏顿时悲愤至极，转身出了堂屋门口，对着何家人咒骂：天杀的，你们居然对这几个娃这么狠毒！村长，大家快来瞧瞧，看他们到底做了什么！昭莲，醒醒，你快醒醒！都怪三婶，三婶来晚了。村长看到昭莲姐妹身上的伤，气愤极了，吩咐儿子富贵赶紧去请梁大夫。简直是畜生啊，下这么重的狠手！村长，这都是我们的家事啊，就不劳烦你们了。你们还是人吗？他们可是你的孙女儿，老核桃，你作为当家却纵容他们行凶，大家赶紧把他们抓起来！村长，他们这是故意杀人，咱们得报官。村长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呀。很快梁大夫来了，看见姐妹几人的伤，不禁紧皱了眉头。爹，咱们要不把他们押去见官，还是去县衙门报官？这去县城还有30里路，这来回花费时间不说，今天还不一定把事办完。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救他们姐妹几个，其他的先缓缓。这样，你通知大家，待会儿在祠堂开会。还有，你把何家那几个长辈一起叫来。行，爹，知道了。梁大夫，怎么样啊？情况不妙啊。昭莲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天杀的，这是哪个畜生干的？太可怜了。村长，咱们一定得给昭莲讨个说法，不能轻易的放过他们。大田村祠堂此时人头涌涌，已经许久没有开过会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今天因为啥事要开会？我也不知道，问了副标他也没说，神神秘秘的。听说好像是因为何森家的事儿。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谁知道啊？哎，几人身上的伤，该不会是何家人打的吧？这也太可怜了吧！把他们带上来。紧接着，村民让何森一家站了上前，在祠堂门口站成了2排。紧接着，村长让副标拿来了2张凳子，让何长贵和何长福坐下。何长福兄弟俩一看就知道，今天指定是要公开审何森一家。何森他2叔3叔，今天请你们来，是想让你们主持公道。何森纵容家人行凶，对昭莲姐妹3人下毒手，甚至还想火烧昭莲。哎呦，造孽呀！这都是亲人，竟然能下如此毒手！天哪，这还是人吗？
平常就知道他们对昭莲不好，可这没想到竟发展到如此的地步。和森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二叔，这几个孙女不听话呀，所以侄子教训他们。还有这昭莲被扫把星缠身，竟然想毒死祖母，而且还毒打堂哥堂姐。荒唐，着实荒唐啊！小孩间打打闹闹是常有的事儿，大人插什么手啊？还说什么扫把星缠身，简直愚昧。他们不懂事，难道你们也不懂吗？昭莲他们可是你的孙女，你现在这样下这么重的狠手，已经构成了犯罪。要是村长将你们送官，你管教不严，首当就是治你的罪。现在村长网开一面，没有将你们扭送官府，已经算是开恩。村长，不如这样，看在老朽的面子上，他们就不必送官了，不如就按何家家规处置，杖打20，何家父子一罪并罚。二叔饶命啊！侄儿知错了。饶命？你们还想饶命？不杖打你们就得送官，你们自己掂量着看吧。再说村长都还没答应呢。村长，你看我这样处置行不行啊？行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不过我今天让你们俩老前来，主要是还有另外一件事。何长福不明白，他知道村长肯定还有别的意思。其实今天让你们俩老来，主要是来见证一件事，这也是昭莲的意思，就是她们姐妹想要和何家断亲，所以让两老过来做个见证。村长此言一出，顿时大家一阵哗然。没有听错吧？姐妹还这么小，竟然要断亲？就是啊，他们还这么小，这要是断了亲，吃什么呀？二太公、三太公，我们要和何家断亲，请你们两老做个见证。对，我们要和何家断亲。你们说什么？反了你们！昭凤、昭爹，这都是昭莲的意思是不是？大姐、二姐别怕，有村长和二太公、三太公在这儿。你这死丫头，果然是你在这搅浑水，还想挨打是不是？住手！何长福气得胡子抖动，大喝一声：二太公，你看，安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都还想打我，可想而知，在家里是怎么虐待我，不把我们当人看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我迟早会死在何家。他们不是说我是扫把星吗？既然他们那么讨厌我，那我也不必留在何家。我要和何家断亲，从今以后断了亲，我是生是死也不关他们的事。要断就断得干脆，我把俩姐一起带走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村民们都对昭莲刮目相看。这小女娃不得了，小小的年纪竟然要断亲，不行！我说大哥，你也太狠心了，他们再怎么也是你孙女，竟然下死狠手。别说我这当弟弟的不帮你，实在是你的做法太让人心寒了。我支持昭莲他们断亲。紧接着，何林对着一旁的妻子赵氏说道：咱们回去吧，免得看脏了眼睛。说完甩袖而去，赵氏赶紧跟上了他的脚步。爹娘，这事儿可千万不能答应啊！那他们走了，家里的活谁干呢？而且你们把他们养得这么大，他们还没报答你们呢。大嫂说的没错，他们想得倒美。咱们把他们养这么大，现在拍拍屁股走人，没门。可不是嘛，简直就是养了3只白眼狼。咱们把他们养大了，现在他们竟然反咬一口。对于昭莲挨打，本来老杨氏还有些心虚的，可现在听到几个儿媳妇这样说，顿时腰板也挺直了。老杨氏，你们商量的怎么样？村长，昭莲要断亲可以，但是昭凤和昭娣不能走，他们俩得留下。安奶，求你放我们走吧，昭莲她才7岁，要是没人管她，这样她会死的。
这是他自找的。他不是要断亲吗？那就断得干脆。老头子，快，趁着二叔公、三叔公在，当着全村人的面，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事给彻底说明白了。二叔公、三叔公，侄儿何森就求你们做个见证。今日是何昭莲要和我们何家断亲，这可是他主动提出来的。从今往后，他的生死与我们何家无关，以后飞黄腾达更是与我们无关。昭莲呐，不如你就服个软吧。要是断了亲呐，你一个人在外头很难撑得下去。不行，今日我一定要断亲。可是你阿奶说要断亲可以，但是只能是你自己离开，你大姐二姐不能离开何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还能坚持断亲吗？昭莲知道如今这种情况下只能暂时先这样，以退为进，等他离开了何家再说。对，我还是坚持要断亲。昭莲，这可是你自己主动断亲，你才7岁，要是断了亲呢，你怎么去找吃的呀？这些你可想过？二太公、三太公，你们不用再劝我了，这些我都已经想过了。就算死，我也要死在外边，不愿做何家的鬼。这番话让村里人不少人汗颜，换了自己都未必有这样的勇气。好，既然昭莲决心已定，何长福唯有点头。村长，麻烦你找人去请一下刘夫子，让他写一份断亲书。我这就找人去。很快，刘夫子来了。丫头啊，你可得想清楚了。要说到时候签了这断亲书，你就不再是何家人了。刘夫子，你只管写你的，别的不用担心。赫连，这昭莲出去了，总要有瓦遮头。看看你们院子旁边那柴房，能不能腾出一间让给他？不行，他既然要跟我们断亲，就只能净身出户，这没得商量。哎，丫头啊，二太公也无能为力了。谢谢二太公了，不过我不需要，何家的东西我一样都不稀罕，除非是我大姐二姐。紧接着，何村长拿起了断亲书宣读了起来。断亲书，先日何昭莲执意与何家断亲，从今日起净身出户。何昭莲与何森亲属再无半点的关系，和何木也不再是父女。不管何昭莲日后富贵贫穷，都与何家无半点的关系，生死无关，各安天命。落款是大治朝215年阳历4月27。好了，要是你们双方没什么意见补充，那你们就签字画押吧。哼，老核桃，这下你孙子也已过目，怎么样？放心了吧？要是同意，那就赶快画押。大姐二姐，你们俩快画押吧。老杨氏看着昭凤他们俩迟迟不肯画押，顿时也来气了。你们俩臭丫头，还不赶紧画押？村长，那老夫就先回去了。啊，谢谢刘夫子。既然把这事儿安排好，接下来就是施以杖刑，由何长贵和何长福亲自动手，对何森父子4人实施何家家规。看着自己丈夫和儿子被打，老杨氏心痛极了，一个劲地喊道：二叔公，你们轻点儿。知道心痛了吧？你打孙女的时候，咋不晓得他们也痛？行了，你们几个把他们都扶回去吧，少在这儿丢人现眼了。你们俩看啥看？咱们家跟他已经毫无关系，你们俩快点过来，扶着阿姨。大家一脸鄙视地看着他们，目送着他们离开。看到没有热闹可看，村民们正想散开，村长又把大家给叫住了。哎，大家伙儿先别走，大家也知道，这昭莲也确实可怜。现如今
他已经和何家断亲，可是却还没有住处。谁家有闲置的房子，看看能不能给他借住。村长，我们家有间柴房可以腾出来，到时候让昭莲搬过去。不行。娘，昭莲挺可怜的，再说咱们家那柴房也可以腾出来呀。王氏的妯娌刘春梅冷笑：哼，大嫂啊，好像谁不知道你是好人，啥事都往身上揽。昭莲要是住到了咱们柴房，没什么事儿倒好，要是她死在那儿，以后那儿可不就成了凶宅了。老二媳妇说的对，要是她真的有个三长两短，到时候咱们再被何家讹上，咱们找谁说理去呀？娘，王氏还想再开口，被陈氏瞪着，顿时闭上了嘴巴。王氏有些自责，看着昭莲，苦笑着道：昭莲，都是三婶没用。三婶别这么说，谢谢你，我知道你尽力了。哎，王氏，我记得你们家不是有间空着的猪圈吗？村长，你听谁说？哎呀，俺又准备抓2个猪仔回来了。这年头还有粮食喂猪，你家日子可真好啊！哎呀，我得回去了，我家媳妇儿快生了，家里没人可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去看看。我们家也有事儿，我得回去了。等等，我们一块儿走。不少村民怕村长打自己的主意，都一一的开始走了。村长，老朽也回去了。哎，大家伙别走啊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老大媳妇儿，你还不走？娘，我和昭莲她娘做姑娘的时候，到底是一个村的。眼下昭莲没地儿去，她娘在天之灵怎么能安息呀？反正我丑话说在前头啊，她去哪儿都好，可就是不能来咱家。陈冬花说完，扭头看着村长：村长啊，要我说你真是没记性，你忘了咱村里边不是还有一个闲置的地方没人住吗？哦，对呀，俺娘说的没错，确实有这么个地儿。村长，你忘了那老杨头？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还真的把他给忘了。这杨府家住的比较偏，在村尾，而且旁边也没什么邻居，因为杨府死在了家里，也不知道到底是病死还是非正常死亡。昭莲，你先待在这儿。昭莲仔细地看着屋子里的一切，心中感慨万分。这以后就是他的家了。村长、三婶儿，还有彪叔、贵叔，谢谢你们。行了，可怜的孩子，别再说了啊。昭莲，你就安心在这儿住下，我待会儿啊，让你贵叔拿点米面过来。好，谢谢村长，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会记在心里，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们。行了，你这丫头说啥呢？时候不早了，昭莲呐，我也先走了啊。突然昭莲想到了昭凤和昭娣，也不知道他们俩现在怎么样。正想着，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昭莲，快开门，是我是大姐。大姐。门开了，昭莲发现门外站着昭凤和昭娣。大姐、二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大姐、二姐，等一下阿奶知道你们过来我这儿，你们又得挨打了。没事儿，阿奶让我们出去挖野菜，不过来看看你，我俩不放心。怎么样啊？你的伤现在好点了吗？好点了。大姐、二姐，昨晚你们回去，阿奶有给你们饭吃吗？大姐、二姐，这有饼，你们俩快点吃。二姐已经吃过了，留给你吧。你放心，再怎么何家也不会把我俩饿死的。对，招娣说的没错，阿奶不会把我们俩饿死的，她还要留着我们干活呢。这饼啊，你自己留着吃吧，肯定也是三婶给你的吧？别人总不可能天天拿吃的过来给你。再说，我们吃完你就没得吃了。你放心吧，你瞧，我这还有黑面。
等伤好些了，我再去找吃的，饿不着我。这时，招凤的肚子也咕噜噜地响起来。昭莲装作生气的样子，让你们俩吃，你们就快吃嘛。再说你们俩吃了，才有力气帮我忙。好，那我们俩吃，等到时候我们有吃的，我们也省着点，也拿来给你吃。对，大姐说的对。别着急，慢慢吃。昭莲，刚才你说让我们俩帮忙，帮什么忙啊？你们俩待会儿帮忙，我们一起把那梯子搬到外面去。很快，昭凤和招娣把面饼吃完，3个人一起把梯子扛了出去。大姐、二姐，你们俩看到那绿色植物没有？那东西能治我们身上的伤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在梦里边，那扫把星公公跟我说过。昭莲，你别胡说，要是再让别人听到了不好，以后可不能再说这样的话，以免生出不必要的事端。这样的话，你也只能对着我俩说，听到了没？知道了。可是那里那么高，咱们哪里摘得到？等我伤好些，我再上去。大姐、二姐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们俩快走吧。我这儿你们还是少过来，要是被那老太婆知道了，你们又得挨打。昭莲，她再怎么也是我们阿奶，怎么能这样叫她呢？如今我可跟她没关系，那老太婆要是再打你们，下次我看到她，非揍她不可。昭莲，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啊，听了没有？以后不能乱说。昭莲，你好厉害，我记得你以前可没那么大胆。哼，那是因为扫把星神仙教给了我功夫，等我好了之后，我再教你们功夫。明天我们看看能不能过来。好，那你们得小心点儿，千万不要让那老太婆发现了。知道了。2人出去后，又顺便把门锁上。这时，突然背后不远处传来一道稚嫩的童声：“我就知道你们在这儿，你们死定了！居然来看着扫把星，惨了，被他们发现了。”别怕，反正也被发现了。昭凤也就不害怕了。不知不觉，昭莲在床上又睡着了。再次醒过来，已经是下午。三婶儿，你这些东西太贵重，我真的太谢谢你了。嗨，谢啥呢？三婶呐，都没啥东西给你。不过我得走了，你得好好养伤啊。说着，王氏又急急忙忙地走了。接下来几天都没有人再过来，昭凤和招娣也没有见。这天中午，门被敲响了。谁呀？昭莲，我是梁大夫，快开门，我给你看病送药来了。梁大夫。昭莲感觉到疑惑，谁请他过来的？自己可没有银子给他。梁大夫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可没有请你过来看病，再说我也没有银子。你先把门开开，让我进去再说。你放心吧，我不是坏人。你怎么证明你不是坏人？我可是个女娃子。嗨，你比我孙女还小，我能对你有啥呀？你开不开？不开，我可走了啊！我手里有你想要的东西，要是我走了，你可别后悔了。梁大夫见昭莲不开门，开口说道：“你不开门，我可真走了啊！”梁大夫，哼，你一个女娃子，到底还是把门开了。你如果不开门，那我可就省钱了。梁大夫，这话怎么说？我可没钱找你看病。看来你气色很好，身体恢复得不错呀。还行。突然，梁大夫看到昭莲手上的草药印子，顿时闪过了一丝疑惑。莫非？梁大夫眼里有抑制不住的惊喜。你用了什么东西外敷？你怎么知道我敷了东西？你那东西可以给我看看吗？梁大夫，您请进来坐。下了山，昭莲直接朝着梁大夫那奔了过去。这小娃子可真可怜，小小年纪一个人可怎么生活呀？
可不是嘛！要我说，老杨氏他们也太狠心了，这都是孙女，这把昭莲简直不当人看呢。昭莲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六婆早，我从山上找了点东西去梁大夫那儿看看，看能不能卖些银钱。好好，梁大夫这会儿估计在家，你快去吧。很快到了梁大夫家门口。梁大夫在家吗？谁呀？一个苍老的声音传过来，紧接着从屋里走出一个身穿灰色粗布衣裳的老妇人。哟，这不是昭莲吗？你找我家老头子有啥事儿啊？我从山上找了点东西，问梁大夫要不要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那你先把背篓放下，他还没起床呢。老头子，快点起来吧，昭莲过来找你了。昭莲呐，你身上的伤咋样了？多亏了梁大夫的药，好多了，不然我也不可能上山去找东西。这时，从房间里走出了一个7、8岁的小男孩。你这个扫把星，怎么在我们家？你这孩子咋说话呢？这话可别让你阿爷听见了。昭莲呐，梁虎他不懂事儿，你别放在心上。阿奶，刚才这扫把星还想打我呢。史氏正想开口，梁大夫走出来，沉着脸对梁虎呵斥：混账东西，被你娘宠得无法无天。老头子，你起来，我和虎儿出去切点肉。说完，史氏赶紧拽着梁虎出了门。梁大夫早。哎，昭莲呐，你这么早就从山上下来了？明天就是赶集的日子，我想明天去逛逛集市买点东西，今天上山看看找些东西换些银钱。梁大夫，您看看我找的这些东西你要不要？昭莲，这1亩草1斤5文钱，我全都要了，其他的东西你拿回去吧。梁大夫，这些东西你真的不要吗？啊，车前草、蒲公英还有菊花，这些东西啊太普遍了，我自己都囤了不少。你拿到县上药铺去看看，他们那儿应该要。不过你这不多呀，也卖不了多少钱。那还有这呢，这也是好东西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紧接着，昭莲就把这东西的作用跟梁大夫说了一遍。谁告诉你的？梁大夫半信半疑。说实话，这东西他还是第一次听说可以入药。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不相信就算了，我到时候拿到县城，我就不信没人懂。哎呀，你把这药给我吧，按1亩草的价钱，我马上给你称去。从梁大夫那里出来，昭莲看了看何家的方向，摸着怀里边那个黑面表，他想去看看昭凤他们在不在家。快到何家的时候，昭莲看到后娘李氏还有梁氏、高氏。哎呀，我就说刚才怎么差点崴了脚，难怪今天出门不顺，原来是遇见了扫把星啊。你这丧门星，都是因为你，不然我不用下地干活。来，让我看看你背篓里都有啥好东西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李氏满脸恼怒。都是因为你，害得咱家不见了2两银子，害得你爹和你公爹还有二叔三叔他们被打，害得咱们现在饭都吃不饱，都是你这丧门星。要不是你，我们这会儿还能吃口饱饭。对，都是因为你，我们家何叔的伤现在还没好，要不是你，他们也不会被挨打。昭莲还真服了这几人的强盗思维，贼喊捉贼，明明是他们有错在先，居然还怪到自己的头上。哎呀，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，扎得我手疼。快来人，抢东西啦！何家的儿媳妇居然抢一个孩子的东西。这时已是正午，不少人都回家了，有的人正在半道上，听见昭莲这么一喊，顿时不少人围了过来。还真的不要脸，几个大人欺负一个小孩。
可不是嘛，都断亲了，还要欺负昭莲，这也太过分了。看见李氏他们几个正在翻昭莲的背篓，王氏顿时双目圆瞪。我说你们几个在干嘛呢？你们也欺人太甚，这么多人看着，你们也好意思翻一个小娃子的背篓？想要啥，自己有本事找去啊！哎，王氏，关你啥事儿啊？啥事儿你都要横插一脚，哼！一天到晚的，就是你在这充当好人。要我说呀，最坏的就是你。上次要不是你把村长找来，估计俺们还不会落到现在这般田地。就是，那是我们家的家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了？我就是看不惯你们，整天只会欺负几个几岁的小女娃。你们不就是欺负她亲娘不在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们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，迟早会遭报应的。王氏，你说什么呢？说我们做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我们害谁了？你要是心疼他，有本事你就把他接到你们家去啊！你，王氏脸涨得通红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他还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。想不到何家就这点出息，断亲了还抢昭莲的东西。可不是嘛！怎么样，没话说了吧？突然，人群后边响起了一阵尖锐的女高音。我大嫂说的没错，你们还要不要脸？3个大人竟然欺负一个小孩，更何况昭莲还跟你们断亲了，跟你们毫无关系。别说他看不下去，就连我也看不下去。哼，这又来个帮手啊！刘氏，别在那里充当烂好人了，显得好像你跟王氏有多好似的。你忘了前阵子你还跟我说，王氏生的娃比你多，他的孩子比你的大，一家5口吃的比你们的多，干活却是一样的。你这当时还骂他，恨不得他早死，这会儿又过来帮他说好话，显得你们妯娌情深，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你卖被套呢。好你个梁氏，我是跟你说过这么一嘴，可话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多，你放狗屁，在这满嘴喷粪。总而言之，你现在欺负他，就是欺负我们李家人，看我不撕破你的嘴！紧接着，刘春梅噔噔噔地走过来，径直走到梁氏面前，啪啪地给他甩了2巴掌，动作之迅速，把旁人惊得那是目瞪口呆。王氏也没想到，平素和自己不怎么对付的妯娌，今天居然帮自己说话，还动手把梁氏给打了。二妯娌，你快住手！嘿，你居然敢打我！大嫂3妯娌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他们李家都欺负到我们何家身上了，跟他们拼了！梁氏话音刚落，紧接着传来了一阵怒吼：我倒要看看谁敢打我们家春梅和大嫂！昭莲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刘春梅的丈夫李双利。对，谁要欺负我媳妇儿，我第一个不放过他。我得回去煮饭了，不然又得挨婆母骂了。说完，李氏赶紧脚底抹油的溜了。哎，大嫂，等等我！看着李氏溜了，高氏赶紧也跟上了他的脚步。哎，你们俩怎么跑那么快？他们这是摆明了欺负咱们家！还没等他说完呢，两人早已跑得不见了踪影。刘氏，你给我记着，这1巴掌我一定会还你的！刘氏恶狠狠地说完这话，这才转身快步地走人。众人看着再没什么热闹可看，也都纷纷地散开。这时，春菊姐妹早已帮昭莲把东西都捡起来，放进了背篓。昭莲甜甜地笑道：谢谢春菊姐和春兰姐，谢谢3婶3叔4叔4婶儿，他们可都是欺软怕硬，以后你再遇上这样的事儿，大胆的放声喊，村里人早就看不过他们了。再说呀，你现在又不是何家人，犯不着给他们面子，懂了吗？知道，以后他们怎么欺负我的，我就怎么还回去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你现在可是一个人，你不强大，没人帮你。有什么事儿告诉你3婶4婶儿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看着没什么事儿，刘氏和李家兄弟先回去了。赵莲，
你干嘛挖这些树根呢？挖些野菜还能吃，这树根拿来干嘛呀？昭莲煞有介事地说，他不懂，这些可以换钱。王氏听到这儿，扑哧一声笑了。哎呦，就这树根还能换银钱呢？真的，我没骗你。突然昭莲想到了一件事儿，因为他知道明天是赶集的日子，他想去县城一趟。娘，不如我跟昭莲一块儿去，我去过长亭集。你？这怎么行啊？万一你们俩被坏人拐跑了。我也想去。一旁的春菊也搭话，昭莲无奈地笑了。你们俩就别让三婶操心了，万一你们俩被坏人拐跑了，我拿什么还给三婶儿？他才不会带上他们俩，这要真的遇到了啥事儿，自己跑得还能快些，带上他们俩只能是累赘。三婶儿，你有看见我大姐二姐吗？这事儿倒不清楚，今儿我还没看见他们呢。我知道，我一早上看见他们和何月娥几个往河边去了，就是不知道回来没。赵莲，你是专门找你大姐二姐呀？是的，好久没见过他们，也不知道他们俩在何家到底咋样，所以才过来看看他们。赵莲，我那天看见你阿奶在院子里打你大姐二姐，我在院门外偷偷看着，还听到你奶奶让他们不能哭出声呢。赵莲呐，那要不你再等等看，我们先回去了。王氏说完，赶紧扯着春菊和春兰回去。您猜测昭凤他们应该还没回去，在何家不远处放下了背篓，停了下来。你们两个走快点儿！哎，我说你们俩快点儿，快点儿！阿奶还等着我们的野菜回去做饭呢。等了好一会儿，昭凤和昭娣终于从田边走上来。河东赶紧上去把他们的背篓拿下来，拿起背篓里的东西往自己的背篓装。你们给我留点儿！看到东西装得差不多，何月娥他们几人高兴地背着背篓往家门走，看着自己背篓里所剩无几的东西，欲哭无泪。他们知道回去等待自己的除了挨骂还得挨骂，甚至还会挨打。走吧，咱们得快点回去，不然待会儿阿奶又得骂了。大姐，我好想妹妹，也不知道她现在咋样，要是我们能在一块儿就好了。嘘，小声点儿，你这话可千万不能让他们听见，不然到时候他们一告状，咱们又得挨打。大姐，二姐，周莲，是周莲的声音。紧接着回头看了看，果然看到了昭莲在拐角处朝他们招手。妹妹，你身上的伤怎么样了？大姐放心，都好了。紧接着昭莲从怀里掏出了黑面饼，撕成了2半，给他们俩递了过去。大姐二姐快吃，这饼你留着自己吃，何家不会饿死我们俩的，倒是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呀。放心，我已经吃过了，现在我会自己上山找草药，拿到梁大夫那儿去换银钱，你们俩不用担心我会饿肚子。真的？哎呀，那太好了，那这样我也就放心。你们快吃饼，我给你们俩看样东西。大姐二姐，你们看，这是我拿草药跟梁大夫换的银钱。真的吗？妹妹，你可太棒了。大姐二姐，明天我要去长城县赶集。妹妹，你没有去过县城，你自己可得小心了。大姐放心，到时候村里边总会有人去，我跟着他们一块儿去就行。这倒是个好法子。妹妹，我们俩得回去了，不然待会儿阿奶又得骂了。你们快回去。等到再次醒过来，已经是第2天早上。昭莲睁开了眼睛，看到天已经蒙蒙的亮，赶紧爬起来。很快到了村口。哎，这不是昭莲吗？你在这儿等谁呢？原来是红玉婶子，我在这儿等杨猎户，我昨天跟他说好了，在这儿等他。昭莲，你可长了不少好东西，你这是要去长亭集吗？是的。
哟，那得赶紧去啊！要是去晚了，这集市就快散了，没那么多客人。红玉婶子，现在什么时辰了？这会儿应该还是卯时，但是也快辰时了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也得去长汀集。今天都晚了，平常赶集的时候，村里老里头的牛车早早的就在大榕树下等着了。这会儿没见，指定是早就出发了。我看呐，你也别等了，说不定这会儿养猎户都到集市上了。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？红玉婶子，要不你先去吧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李氏没再说话，扔下昭莲继续往前走。啊，完了！昭莲在心里暗暗的叫苦，一路上也没看到啥人，还以为自己早了，谁知道竟然都晚了。现在没办法，只能跟着李氏了。哪儿来的叫花子？我这可不是要饭的地方，我这是看病的，快走快走。掌柜的，我这有些草药，你看看你要不要？掌柜的上下打量着昭莲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我这有金钱草，还有金银花，我这还有鸡骨草、牛大栗，还有土茯苓。要，你有多少我全都要。不知道这价钱怎么说，您开个价。金银花还有金钱草和鸡骨草价钱一样，都是5文钱一斤。另外，这土茯苓还有牛大栗15文一斤。掌柜，你这价钱也给得太低了，我这可是上好的货。小姑娘别急嘛，这做买卖的价钱好说。掌柜的，不瞒您说，我手上还有不少的好货，我就是来看看，看你能不能给得起价钱，以后咱们好合作。那行，这样吧，金银花那些我给你10文钱一斤，土茯苓还有牛大栗25文一斤，不能再多了。行吧，看着掌柜您这么有诚意，这些东西就卖给你了。刚才回春堂那边说是要买，我都没给他呢。我姓李，你叫我李掌柜，以后你有啥好药，你只管往我这儿送，价钱少不了你的。阿奶，我肚子饿，还想吃。一天到晚的只知道吃，吃的时候嫌少，干活就嫌多。我们的粥只是米汤，为啥何方和月娥他们比我们的要稠？他们干过的活还没我们多呢。哼，说你还有理了。阿奶给你饭吃，吃饱了顶嘴是吧？紧接着，梁氏又朝着李氏说道：“大嫂，你也该管管他们俩了。这每回出去挖野菜，回来都是他俩最少，吃的时候还嫌少。”我哪敢管呐？待会儿人家又说我这做后娘的狠心。要是他们做的不对，你们做婶子的就做主管管他们呗，该打就打，该骂就骂。娘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？这俩丫头要是做的不对，只管打骂，谁敢说你做后娘狠心，我撕了他的嘴巴。还有啊，你们做婶子的也该管管他们。我们听娘的。大伯娘，哟，大伯娘，你们还在吃饭呢？是你呀？是不是你婆母叫你过来看看我们吃的啥，想来看看我们笑话？哟，大伯娘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我们可是一家人。婆母让我来看一下大伯父他们恢复的咋样了。哼，一家人说的这么好听，那天在祠堂，你公爹和婆母都没有帮我们说一句话，生怕连累了他们，都不愿意多待一会儿就走了。现在又派你来看笑话。没事被老杨是一顿对，顿时干笑2声。赵凤、招娣，你们2个也不用担心昭莲。你们不知道，他今天去集市上可买了不少好东西，买了米面，还有大棒骨，还有猪肉。那扫把星哪有银子买米面？莫不是从哪儿偷来的钱？这我可不得晓。反正啊，我是看到他背篓装了不少好东西呢。你真的没看错？大嫂，怎么我说的话你也不信呢？我啥时候骗过你了？依我看呢，这昭莲断亲了也好，你看，
你们一大家子吃稀饭，人家自个儿吃香喝辣的，多舒服。不过可怜哦，这丈夫这么小，也只能吃稀饭。哎呦，那大伯娘啊，这会儿想起来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说着，梅氏赶紧转身出了门。梅氏走后，这气氛顿时沉闷了下来。昭莲和昭娣更是大气都不敢出。娘，你说那臭丫头怎么有钱买这么多好东西啊？哼，哎，依我看，她有好东西就应该先孝敬您。可是到底她断亲出去了？说是断亲，能断得了啊？她打小就是婆母养大的，要不是婆母啊，她早就死臭了。要我说呀，有好吃的就应该孝顺婆母。对，这回我赞同大嫂说的。老杨是点头，铁青着脸。你们说的对，要不是我，这丫头哪能活到今天？如今她有肉，居然都不来孝敬我这阿奶。娘，我要吃肉。娘，我要啃大棒骨。我也要吃。你们俩怎么不说话？娘，他们俩不是说吃不饱吗？这样，咱们以后啊，不要煮他们俩的饭，让他去昭莲那儿吃去。还有，让他俩去问昭莲，问他要孝敬您的东西。哎，二嫂这主意不错。福宝啊，快跟你大姐二姐去你三姐那要吃的。后娘，你别听刚才那二婶胡说，昭莲哪有银子买吃的东西？你不去怎么知道啊？去，赶紧的。他就不信昭凤和昭娣他们俩去了要不回东西。我也去，我也要去吃肉。行，你们一块儿去。老杨是发话了，也不知道梅氏说的是不是真的，让他们几个去探探风声也好。走，咱们快去吃肉。看到他们几个人高兴，昭凤和昭娣却迈不开腿。走啊，你俩咋还不走？快点去，要是要不回吃的，你就别想有饭吃。那扫把星不是心疼你们吗？可他舍不舍得让你们挨打。哎，二娘，你别打了。哟，好一个姐妹情深呐！你俩不去是不是？紧接着手起棍落，连招娣一块打。行了，差不多得了。到时候那臭丫头知道了，说不定弄巧成拙。你们俩听着，赶紧过去，不能让那臭丫头知道你们两个被打，听到没有？哼，快点去，不然还得挨打。走在路上，何月娥翻了个白眼，朝着昭凤骂：要说你们还真笨，明知道说不来会被挨打，最后被打了还得来。一开始说来不就好了吗？整得自己好像多委屈似的。不就是问那扫把星要点吃的吗？我待会儿要啃大棒骨，你们不要跟我抢。我才不要跟你抢，傻子才啃骨头，那骨头没肉，我要吃肉。你说谁是傻子？再说我揍你。行了，我又不是说你，要我说谁买大棒骨谁是傻子。我要吃肉。赵福，你平常在家总打那扫把星，他给不给你吃还是一回事儿呢。他敢，他不给我吃，我就告诉娘去，让娘不给饭大姐二姐吃。王氏这会儿正好出门，看见他们几人，顿时好奇道：昭凤啊，哎，你们几个去哪儿啊？昭凤和昭娣正在想事儿，没注意到王氏的话，倒是昭福一脸的兴奋。阿奶让我们去三姐那儿吃肉。昭福的话让王氏一阵莫名其妙，看他们去的方向好像是去村委。王氏不禁在心里暗道，他们该不会是去问昭莲要吃的吧？很快他们几个到了村委。哎，二婶说的没错，那扫把星果真在煮肉吃。昭莲开门，我是大哥河东。三姐开门，我是福宝，我要吃肉，我闻到香味了。嘿，你们两个快让他开门，让我们进去，快点。对，你们俩叫他开门，他肯定开的。昭莲这下明白了，肯定是没事去了何家，跟他们说自己也买了不少的东西。
三姐，快开门啊！大姐、二姐也来了。阿奶说了，要是要不回吃的，大姐、二姐都要挨打。怎样才能偷偷把吃的给招凤和招娣，又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呢？赵莲陷入了沉思。三姐，快开门！你们两个倒是敲门呢，让那扫把星开门。就在这时，门吱呀一声开了。拍什么拍啊？要是把门拍烂了，你们得赔我。周莲，阿奶让我们过来的。我跟你们现在毫无关系，我已经不是何家的人，你们来我这儿干嘛？招凤不可思议地瞪大了双眼，简直不敢相信这话是从招莲嘴巴里说出来的。我是有肉，来，给你们闻闻，这是猪油渣，香吧？河东眼前一亮，伸手就想去拿猪油渣，赵莲一手拍掉了他的手。给你闻闻，可不是让你吃的，想吃让你阿奶给你买去。太香啦！招凤和招娣看着眼前的招莲，像是不认识他似的。招莲如今连他们都不认了。阿奶养你这么大，哪能说断就断？要是没有阿奶，你早就死了。你现在吃香的喝辣的，却忘了阿奶。我们知道你现在有肉，快点拿出来，不然就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三姐，我要吃肉。怎么的？想进来抢是吧？想吃肉，让你娘给你买去。你是扫把星打我得回去告诉娘，让娘打大姐二姐。都说你们跟我没半点关系，你们要打就打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何家的人了。你们都欺负我回去告诉娘，告诉阿奶去。赵莲，赵父还小，你得让着他点儿。他是谁啊？我凭什么让着他？告诉你们，你们谁来也不好使。今儿个别想从我这儿拿走任何东西。你这扫把星，二婶说了，你买了不少的好东西，自己偷偷一个人吃，快点拿出来孝敬阿奶。不是买了肉，关你们什么事？我现在又不是何家人。你不给是不是？不给，我们可进去拿了。谁敢进来？我打断他的狗腿！你们俩进去。来呀，谁还敢来？你们俩进去。河东推着招凤和招娣他们俩进去，本来以为招莲不会打他们俩，谁知道招莲一样手起棍落，棍子也打到了招凤的脚上。招莲顺势关上了门。招莲，嘘！招莲伸手食指在嘴上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示意他俩不要说话。紧接着，招莲棍子又到处的敲打，嘴巴还不停的骂：你以为你们还是我大姐二姐是不是？告诉你们，我现在可不是何家人，来一个打一个，来两个我打一双。赵莲说完，示意他们俩装作哭喊。招娣立马反应过来，嘴巴里大喊着：赵莲，别打大姐了！还有谁？还有谁要吃的？我连他一并打！屋子里传来招莲的咒骂声，紧接着又是一顿棍棒的声音。别打了！咱们快走吧，这扫把星发疯了，谁都不认，待会儿把咱们也拉进去打。你别跑啊！看见何月娥走了，何芳也怕了，赶紧跟了上去。看着他们几个都走了，河东也大声的骂：喂，你们几个给我回来！赶紧撒开腿也跑了。房间里的真实情况是，招莲拿着棍子敲打在了包袱上，一旁的招凤和招娣正在啃着馒头。娘，是真的。看着梁氏不相信，何芳又把这事儿说了一遍。这俩臭丫头还没回来吧？该不会是在那儿偷吃了吧？正说着，招凤和招娣回来了。阿奶，你们两个还懂得回来？说，怎么这么迟才回来？我们俩没要的东西，怕阿奶责怪。阿奶，赵莲太过分了，她居然还打我们俩。你看我手上的伤，就是她打的。她还说跟我们毫无关系。不对呀，我在你们俩身上闻到了猪油渣味儿。说，你们俩是不是吃猪油渣了？
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？没有的事，阿奶，真的没有。不过我们去到昭莲那儿，确实闻到他那儿有猪油渣的味儿。不信你问弟弟妹妹。对，我们去到那确实闻到了猪油渣味儿，他可能是在煎猪油。行了。哎呀，想不到那臭丫头现在谁都不认，这可咋办呢？先不急，等我想想办法。老杨氏说着，想了想，走进了房间。房间里，杨森趴在床上，老杨氏坐在一旁，对他唠叨：“老头子，那臭丫头有好吃的也不孝敬咱们，你说这事咋办？”你说咋办？你不是让他们去了吗？刚才怎么不来问我呀？这会儿倒跑来问我了。我以为那臭丫头看在招凤他们俩的面上多少给点儿，想不到她竟然连招凤都打。哼，你这老婆子真是头发长见识短。你想啊，这让一大伙人去，那丫头会给啊？这事儿啊，本来让招凤他们俩去就行，人去多了不顶用。你想想那丫头有那么好说话吗？哎，这样，你让他们俩在前头，你们呢偷偷跟着，等他开了门，你们再进去。老杨森这么说，老杨氏眼睛一亮。哎，老头子，你说的对。反正啊，如果他也不给咱们吃的，一到饭点儿，咱们就让招凤他们两个天天去他那儿。从房间出来，老杨氏就跟招凤和招娣说了，让他们俩去昭莲那吃饭。傍晚的时候，招凤他们俩又过来了。老杨氏和3个儿媳妇悄悄地跟在招凤的后头。娘，那扫把星真的在煮肉，我闻到香味儿了。对，我也闻到了。大姐，咱们还是敲门吧。眼看着快天黑了，招娣犹豫一下，还是敲响了门。这会儿的昭莲正在熬大棒骨粥，听到门被敲响，顿时昭莲满脸的警惕。谁啊？昭莲，是我是大姐。大姐。看到昭莲开门，两人有些不好意思。大姐二姐，你们怎么这时候来了？是阿奶让我们来的，她说不给我们饭吃，让我们过来。来，快进来。昭莲把身子侧到一旁，让他们俩进来。李氏看到昭莲开门，机会来了，顿时站起来，腾腾腾地跑了过去。高氏和杨氏紧跟在后。昭莲看到李氏跑上来，想关门，已经来不及了。看到他们进去，老杨氏脸色一喜，也跟了上去。你这臭丫头，真的煮好吃的也不知道孝敬你阿奶啊！你们再这样，我可对你们不客气了。哎呦，你这丫头真是不懂事，有好吃的也不知道孝敬你阿奶啊！哎，这有猪油渣，没事说的没错，果然买了猪肉。哎呦，这还有大棒骨熬粥，都给我放下！娘，这里有米面，这臭丫头居然买了白面！你们给我住手！你们把东西给我放下！哎呦，你这扫把星，这些东西本来应该孝敬阿奶的，你这藏起来还有理了。老大媳妇儿，你们几个把东西拿起来，咱们走。我现在跟你们毫无关系，你们几个快把东西放下，不然我对你们不客气。你听到没有？快把东西放下！你们就是入屋抢劫的匪徒，我还没杀过人呢，你们别逼我，把我逼急了，你们谁也别想走出这门。昭莲，别这样好不好？都放下。大姐，你别管了，他们几个不是想逼死我了，不给我活路了吗？那就谁都别想活，我把他们3个杀了，大不了我偿命。看着眼前昭莲那阴狠毒辣的眼神，梁氏他们几个被吓得魂飞魄散。我再说一句，快把东西放下，别逼我动手。走吧，趁我还没改变主意之前，赶紧的。老杨是看见他放下了刀，顿时松了口气，赶紧飞快地跑出去。李氏他们几人看到婆母也跑了，顿时紧跟在后，生怕跑慢一步，刀子就落到自己的身上。
少莲，你刚才好厉害，把二娘和阿奶他们都吓到了。少莲，我们也不知道阿奶他们跟在我们后头。我知道，大姐，你别害怕，刚才不是万不得已，我也不会动刀的，不然他们就把我东西都抢走了。他们欺软怕硬，对付他们这样的人就得这样，这样吓一吓他们也好，反正现在我跟他们也是断亲了。可他到底是我们阿奶把我们养大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咱们吃的比鸡还不如，他哪当我们是孙女儿啊？天心天到姥姥家了，粥凉了，吃粥吧，不说了。哇，这粥好好吃啊！时候不早了，这天也黑了，你们俩早点回去吧。好，那我们俩先走了。一夜无梦，再次醒过来，已经天大亮了。赵莲背上了背篓就出发了。杨叔早，杨叔，你可以教我打猎吗？教你打猎？不行，打猎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要是遇上豺狼野兽，分分钟会没命的。我要是带着你，没啥事儿还好，真的遇上啥事儿，我还得顾着你，跑都跑不快。不行不行。那杨叔，你可以教我射箭吗？就你？你这么瘦小，能有多大力气？这样，你先试试我手上这把弓，看你能不能接得住再说。来，准备好，你可要接住了。妈呀，这也太重了。怎么样，还说要跟我学打猎？你连这弓都拿不起来，怎么打猎？杨叔，你这弓也太重了吧！妈呀，这得有多重呀？赵莲，我这弓算是最轻的了，也就30多斤，不过也不便宜，这可要5两银子一把呢。来，杨叔，这号还是还给你。丫头啊，不是我不教你，确实你也做不了。不过赵莲，你抓蛇倒是有些能耐，以后遇见蛇还是得小心点儿，这些可是毒蛇。还有这勾魂山里边可是有不少毒虫猛兽，你可不要进去，就连我也不敢进去太深，这个不是闹着玩的。我知道。说完，杨猎户又自行先走了。这次昭莲的目标很明确，这后山没有别的东西，昭莲不想浪费时间，他打算还是沿着勾魂山的外围转悠。这时，从山的另外一旁走过来2个人。春梅，你运气真好，带到了这只山鼠。想必你今天回去，你婆母估计高兴坏了。难说，昨天我婆母去长亭集，被人偷了钱袋，回来冲我和大嫂撒气。现在抓到这只山鼠，希望她脸色好点儿。哎呦，没事说，是哪个爱钱刀的这么缺德，专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事？哎，二嫂子，你瞧那是谁啊？这好像是那昭莲。哎呦喂，不得了啊，他居然抓到了2只野兔，这可比你刚才的那只山鼠值钱多了。赵莲歇了一会儿，把水壶装满，背起背篓又出发了。哎，赵莲，你去哪儿啊？哎呦，你这背篓背的啥东西啊？看着这么重。三婶儿，我找了些草药，打算拿出去药铺换些钱。三婶儿，我抓了几个兔子，您拿着。哎呦，这可怎么行啊？你还是拿去换银子吧啊！三婶儿不要。三婶儿，你不要我可生气了。想着你帮了我这么多的忙，我给你个兔子又算得了什么？你快点拿着，不然到时候被别人看到了。看昭莲的话说到这份上，王氏只能把兔子接下来。三婶儿，那我先走啦。哎，这么大太阳，你可得当心点儿，不要被晒出热乳病了。知道了，谢谢三婶儿。紧接着背起了背篓，继续往前走。王氏的婆母陈冬花看着王氏拿着兔子回来，顿时一脸的惊喜。老大媳妇儿，哪儿来的兔子啊？娘，这是昭莲给的。昭莲一阵紧赶慢赶，终于来到了长亭集。有了上次的经验，昭莲直接来到了乐福酒楼。哎，哪儿来的叫花子？这不是你来的地方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我来送野味的。就你，你小屁孩能有什么野味？我们陈掌柜呢？我找陈掌柜。哼，
小二乐了，上下打量着昭莲。小姑娘好大的口气，找陈掌柜。你们这收不收野味啊？要是收，你就赶紧给我找陈掌柜过来；要是不收，给句准话。这小姑娘口气挺大。陈三儿，怎么回事啊？陈掌柜从楼上也听到了动静，顿时走了下来。掌柜的，这小女娃子开口说要找您，还说有野味。哦。陈掌柜挑了挑眉，眼睛看向了昭莲。陈掌柜，还记得我吗？上次我拿了条菜花蛇过来。原来是你，小姑娘，怎么了呀？今天又有什么好东西啊？当然有好东西，我第一时间就想起了陈掌柜您，只是您这伙计不让我进去。狗眼看人低的家伙，还愣着干啥？还不赶紧让开！哦。陈四满脸的委屈，这会儿也反应了过来，赶紧让开。陈掌柜，我这有几只野兔，不知道你出什么价格？陈掌柜看着野兔，顿时眼睛一亮。这野兔不错，看着挺大个，关键还挺新鲜。小姑娘，这野兔没有蛇值钱，我给你80文一斤。你要是能再找着蛇，那就更好了。行，80文就80文。小姑娘，拿好了。哎，你们看那小姑娘。嘿，竟然是她，这小丫头，我正想找她呢。黄连哥，那小丫头就是你说的那个？对，没错，就是她。我那天拿的钱袋里面的钱还没来得及花呢，就被她劫了去。黄连哥，等会儿我们给你报仇。瞧这丫头收获也不少，卖了几只兔子，手里头也有些银子。陈四，赶紧的把这些野兔拿到后院，让吴妈杀一只，拿到后厨。我得让李大厨想办法弄个新菜式，给王老爷今儿尝尝鲜。那王老爷嘴巴刁得很，不过他可是个不差钱的主，他可是隔壁醉春楼的熟客，要是在咱们这儿吃得高兴了，以后啊可就成咱们的大客了。好嘞。陈四说完，拎着兔子往后院走过去。不知陈掌柜打算怎么做这兔子啊？来我这儿的客人也总想尝尝野味儿，可是后厨做的野味儿，客人们总嫌腥膻，又没更好的法子。陈掌柜，要是你信得过我，方便让我看看你的后厨吗？可以。陈掌柜，你要是信得过我，这兔肉我帮你煮，包客人说这好吃。小姑娘，你可别吓唬我了。你要是把这菜弄砸了，不仅砸了我们招牌，我这碗饭呢也被你砸了。可要是客人吃的好吃，你这就多了一道招牌菜，到时候这生意好了，你功不可没。旁边的刘大厨听到了他们俩的对话，顿时不乐意了。哼，哪来的黄毛丫头，口气居然这么大！我是这儿的大厨，乐福楼的菜都是我炒的，哪轮到你说话啊？接着刘大厨看向陈掌柜，不悦地说道：陈掌柜，要是你把这兔肉交给一个黄毛丫头煮，到时候砸了招牌，可别怪我不提醒你。听他这么一说，陈掌柜又犹豫了。陈掌柜，我手上可有一秘方，要是你不要，到时候我就卖给隔壁醉春楼，到时候你可别怪我不够意思。行，今天就信你一回，你说怎么煮？吴妈，你把它交给我，还有你拿点干草过来，顺便把火折子也拿过来。这是什么菜呀？咋这么香呢？不知道哎，问一下陈掌柜。哎，陈掌柜出来了。陈掌柜，你手上端的是什么菜啊？咋这么香啊？这叫兔子干锅。兔子干锅？有点意思，这卖相很好，就是不知道味道咋样。这位客官，我先上菜，待会儿呢拿点给你们品尝。说着，陈掌柜赶紧端着菜上去了，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王老爷对这道菜的评价。王老爷，今儿这个兔肉可是本店的新做法，第一个给您尝尝鲜，要是觉得好吃呢，您以后常来呀。哼，兔肉有啥稀奇的，来回也就那做法。另一个客商撇了撇嘴，怎么着也比那野鸡好吧，野鸡又没啥肉，先尝尝。说着，王老爷率先夹了一块兔肉进嘴，在进嘴巴的那一刻，
王老爷的眼睛顿时瞪得像铜铃一样大。哎呀，这也太好吃了！王老爷，有这么好吃吗？至于吗？陈掌柜，你这肉是怎么煮的？到底放了什么香料啊？怎么这么好吃啊？王老爷，这可是我们店的新招牌菜，名叫兔子干锅。兔子干锅，有点意思。王老爷，您先吃着，我先下去招呼客人。怎么样，陈掌柜，我说的没有错吧？小姑娘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你这兔子干锅的秘方，可不可以卖给我们呀？当然可以，只是这秘方里边有我的独门香料，你要是要用我这方子，就必须买我的香料。实话告诉你，我这香料可不便宜。您出个价。我这一共有2种香料，一种叫八角，1两银子1斤，另外一种叫姜，100文1斤。听了昭莲的话，陈掌柜的笑容顿时凝固在脸上，他皱着眉头为难地说道：什么香料？怎么这么贵呀？你闻闻，就这种香料是我的独门香料，听着贵，但是1斤可以用好久，菜里边你放几瓣就可以了。还有这个姜，煮肉类的放几天可以去腥。怎么样，陈掌柜，您要不要这样的？要，你这会儿手上有多少，我都要了。行，爽快。小姑娘，还有你那方子怎么卖呀？我这方子可不便宜，因为我这方子好几种肉都可以通用。那你给开个价啊？这方子10两银子不能少。什么？10两银子？陈掌柜，这方子的价值你是知道的，每个店都有它的招牌菜，这方子对于一个店来说那就是命根子，所以我这10两银子已经着实不贵。你想想，我这方子可以好几个肉类都可以通用，您到时候生意好了，不到半天那可就回本了，而且这方子还可以长期使用。好，这方子我要了，但是你要保证这方子你不能再卖给旁人了。做买卖的要讲究诚信，这是自然。再说我手里头可有不少的方子，我还想和陈掌柜长久的合作下去呢。黄连哥发财了，那小丫头居然有这么多银子，别嚷嚷。黄良瞪了他一眼。赵莲，这银子你也拿了，那这方子……陈掌柜您放心，这是自然的。陈掌柜，那方子你可得保管好了。当然了。陈掌柜小心翼翼地接过了方子，仔细地看了看，又是一阵惊讶。赵莲，你这写的什么字儿啊？那些字太难写了，我把它简化了。您要是看不明白，您问我。赵莲，眼下客人们都在外面等着，要不您亲自教一下刘大厨？行，我可只教一遍，你们得看好喽。从乐福酒楼出来，看着天色还早，昭莲去了成衣铺。哎，哪来的臭丫头啊！脏兮兮的，可不要摸脏了这布啊！这不是你进来的店儿，快点出去啊！昭莲抬头一看，这掌柜身穿绸缎，留着八字胡，绿豆大的眼睛满是鄙夷。快点走！掌柜的，您这店不就是卖衣服的吗？怎么还赶客人？哟，哼，你这小丫头还牙尖嘴利啊！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这东西你能买得起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可不要再乱摸，要是摸脏了，或者把这布摸起球钩撕了，把你卖了都不够赔这布。紧接着，掌柜让一旁的小二过来赶昭莲。小姑娘，你快走吧。我为啥要走？你这丫头咋就不听劝呢？你不要让我难做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穿绫罗绸缎的美艳妇人走进来，后面还跟着个丫鬟。哟，宋夫人，真的是有贵客上门啊！今儿早上呀，我就听见喜鹊喳喳叫，寻思着今天会有什么好事，原来是宋夫人上门。正好啊，我们店刚来了一批新的布匹，是蚕丝的，特意给您留着呢，您瞧瞧。刘掌柜，你这张嘴巴就是会说话。可不是嘛，这掌柜的还真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像我这样的进门还得被赶，像夫人您，他可就上赶着招呼。这哪来的野丫头？翠喜，不得无礼。刘掌柜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宋夫人，
这丫头啊，像个叫花子，我让她别摸我的布，省得摸脏了又没钱买。刘掌柜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打开门做买卖，哪有赶客的道理？是，宋夫人说的对，还不快点招呼这个小姑娘，看她买点啥。小二赶紧笑着对昭莲说道：姑娘，你是要衣服还是要布匹？我现在啥也不要了，我还是去隔壁店看吧，你这消费太高了，我买不起。说着，昭莲头也不回地出了成衣铺。这小姑娘挺有意思。往前走了没多远，又有一家成衣铺，看装修比较平民化，名字也接地气。小姑娘，你想买点什么？你们家大人呢？就我自个儿。丫头，你手里头有钱吗？你要买东西可得要钱呢。放心，我有钱。这话顿时把那掌柜都乐了。您这细棉布还能便宜点吗？小姑娘，这细棉布便宜不了，要不你还是要这粗麻布吧。昭莲当然知道这粗麻布便宜，可是穿着不舒服，当然不想要。你要是便宜点，我要3匹这细棉布。小姑娘，要是你要3匹细棉布，我便宜点给你，230文一匹，3匹就是690文。650文3匹。不成，这价格真的卖不了。那算了，反正这也不能吃，我还是留着钱买粮食算了。说着，昭莲正想转身出门，看着昭莲要走，乔掌柜暗暗咬了咬牙，赶紧对昭莲说道：哎呀，小姑娘，你回来吧，卖给你了。哎呀，这布也太贵了，我买了这布，连买粮食的钱可都没了。小姑娘，既然买粮食都没钱，要不你还是买粗麻布吧，那可省不少钱呢。我就要细棉布的，给我包起来吧。今天因为不是赶集的日子，所以街上没有很多人。突然，昭莲听到了尖叫，抢钱了！顺着叫声，昭莲看了过去，发现一个男子正快速朝自己这边跑过来。就在男子准备跑到自己跟前的时候，昭莲伸出了脚一个横扫，男子躲避不及，顿时摔倒在地。昭莲立马双脚压住了男子的背，反手把男子的手扭在了背后。不要乱动哈，再乱动，小心我扭断你的手。小丫头，快把我放开！这时，从前面跑来了一个姑娘，在昭莲的旁边停了下来。你这贼人，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抢我家夫人的东西！你看看，这是不是你们家夫人丢的东西？翠西满脸惊喜地接过来，是，正是我家夫人丢的钱袋。昭莲把裤腰带解下来，把男子的手绑紧，踹着男子让他起来，快起来！这时，那位宋夫人气喘吁吁地跑上来，夫人，您的钱袋。原来是你，小姑娘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没事，不过这位夫人，钱财不可外露。快走，我得押你去衙门报官才行。翠喜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回去让高捕头过来。哦。翠喜连连点头，转身就跑。这位小姑娘，咱们就在这儿等着，我让翠喜去叫捕头。夫人饶命啊，千万不要报官！看你长得人模人样，还去做小偷，想着不报官，当初怎么去偷银子？小姑娘，你帮我抓到了小偷，我可得好好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最恨就是小偷小摸之人，遇到我算他倒霉。正说着，前面突然一阵躁动，一名捕快带着2个衙役过来了。夫人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多亏了这位小姑娘，要不然我这钱袋就被这贼人抢了。这宋夫人正是宋县令的妻子，名叫杨梅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她押回去。是。哎，站住！小姑娘，怎么了？哦，我的裤腰带，刚好他在我对面跑过来，我一伸脚就把他绊倒了。夫人，我送您回去。你不用管我，你们回去吧。夫人，咱们还是回去吧，不然待会儿老爷要怪罪了。小姑娘，
你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几岁？还有，你是哪儿的人？我叫昭莲，今年7岁，我是大田村的。昭莲呐，你帮我抢回来钱袋，这点银子你拿着。我不要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夫人，依我看，他也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。要是他不小心伤着，说不定还会赖上夫人你呢。都说狗仗人势，你们家夫人倒是挺好，怎么这底下的人说话这么难听啊？宋夫人，我看你该管教管教你的下人，省得败坏了您的名声。哎，你这臭丫头好大的胆子！我们家夫人都没说话，啥时候轮到你教训我？好了好了，翠喜，昭莲说的没错，你这脾气是得改改。是夫人。宋夫人，时候不早，我得回去了。老杨是听说昭莲不在，顿时幸灾乐祸。你们俩可算是知道回来了，咋的？去死丫头那儿吃香的喝辣的，不舍得回来？我看就是，说不定在那好吃好喝，都不想回来了呢。阿奶，我们没吃饭，昭莲没在家，她一天都没回来，会不会是出事儿了？哼，那臭丫头说不定上山被大虫给吃了呢。哼，早上听梅氏说她抓到了兔子，咋会不在家呀？你俩死丫头是不是吃了兔子肉回来装可怜呢？娘，我也要吃兔子肉。我也要吃。你这臭丫头，是不是吃了兔子肉才回来？还装着没饭吃？阿奶，真的没有，我们今天吃了一天都没看见昭莲在家。阿奶，大姐没骗你，昭莲真的一天没见了，要不咱们快去找找她吧。啊！真是老天有眼，天都要收他这扫把星。老杨是恶毒的咒骂，看着他们俩言之凿凿，老杨是这时候也半信半疑，走回了房间，打算跟和森说这事儿。和森在房间边早都已经听到了，看到何氏进来，还没等他开口，就恨恨地说道：哼，那臭丫头死了才好呢，死了呀，俺们还放鞭炮。对，没错，要不是她，咱们家不会弄成这样。这死丫头早死早好。趁着老杨氏回房间，高氏和梁氏不大注意，何润给昭凤和昭娣一人塞了点东西。这时昭福看见了昭凤的嘴巴在动，像是在吃东西，顿时指着昭凤说：娘，我看见大姐二姐在吃东西，肯定是在吃兔肉。你这臭丫头，身上是不是藏着好吃的呢？我没有。昭凤矢口否认。昭福说看见你吃东西，肯定没错。张大嘴巴让我看看。更加让李氏坚信他是吃了兔子肉，又甩了昭凤一耳光，肿了。你凭什么打大姐？你反了是吧？看我今天不打死你们俩！大伯娘，别打了，他们俩吃的不是兔肉，刚才我给了他们点黑面饼。你这孩子，好好的，你咋给他俩吃东西？你连你阿奶的话都不听了吗？娘，他们本来就是何家人，当然要给他们吃饭。你小点声，让你阿奶听到了，待会儿骂的可是娘。哟，看来何润这一顿吃的可不少啊，还有余粮给你俩赔钱货吃。看来阿奶给你们二房吃的太饱了吧？大嫂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哼，什么意思？咱们全家就供何润一个人读书，咱们有好吃的好喝的都先给他。哎，他可倒好啊，自己吃不完还偷偷的给这俩赔钱货吃。就是，大嫂说的没错。吵什么吵啊？老杨是板着脸从房间里走出来。娘，咱们饭都吃不饱，何润竟然还有东西给他们俩吃。依我说呀，以后应该给何润吃少点儿。就是，三房高氏顺着李氏的话茬，开口说道：娘，我们都吃不饱，像我们家冬儿现在正是长身子的时候，她每顿都吃不饱，这可怎么成啊？可何润居然还有东西贴补那俩赔钱货。大伯娘，我也吃不饱，可是我不能眼看着他们俩饿着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也别跟着润儿计较，她打小就聪明，
刘夫子也说了，他天资聪慧，可是咱们家的希望。要是到时候他考上童生，再考上秀才，那咱们家的好日子可就来了。有啥好吃的，当然得紧着他点儿。冬儿一天到晚的只知道吃，瞧他那身板子，少他一点儿饿不着。就是，要是我们家瑞儿以后考上了秀才，当上了大官，包你们吃香的喝辣的。闹了这么一出，没人再关注昭凤和昭娣，他们俩这才松了口气，同时也只能在心里祈祷昭莲没事儿。这会儿的昭莲和高捕头刚好回到了村口，二赖子和黄麻子本想到天黑进来偷东西，看来那丫头不在家，咱们正好下手。没错，那丫头说不定比自己还穷，也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东西。听梅氏说，她可买了不少米面，还买了猪板油呢。怕黄麻子不动手，二赖子赶紧打消他的顾虑。既然都来了，可不能白来，怎么也要进去看看。打定好主意，两人蹑手蹑脚地走到了大门前。这黄麻子有些能耐，这普通的门锁难不倒他。两人站在门口鼓捣了一会儿，还真的把门给打开了。进去翻找了一会儿，发现了一个钱袋，里面还装了些碎银子，顿时把他俩高兴坏了。赵莲和高捕头这会儿也走到了村尾。高叔，我家好像进贼人了。高捕头这会儿也看到了那门半开着，顿时冷声说道：哪儿来的贼人？好大的胆子，别让我算他倒霉。高捕头小心翼翼地贴着墙走过去，他听到屋内有动静，顿时嘴角上扬，想不到这贼人还没走，正好来了个瓮中捉鳖。谁？你是谁？你是人是鬼？黄麻子看了看地下，月光下这人有影子，赶紧骂二赖子：看清楚，他有影子是人。原来真的是你们俩，竟然敢偷我的东西！高叔，快把他俩抓起来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私闯民宅！高叔，我进里边找条绳子。说着，昭莲进了屋，找了条绳子，让高捕头把他们俩捆起来。昭莲，你放了我们吧，好歹咱们都是一个村的。你们这惯头，今天遇到我算你倒霉。告诉你们啊，这可是高捕头，你们俩今天死定了。昭莲让高捕头把两人押到了村长家，敲响了村长家的院门。村长，快开门，我是昭莲。这大儿子傅彪赶紧过来开门，看见门外的昭莲，二赖子和黄麻子被绑着，跟在后头还有一个捕头模样的官差。爹，出事了！等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副村长把高捕头请进来，又让大儿子敲锣打鼓，把村里人都叫过来。很快，村里人都聚集了过来，都不知道出了啥事儿，只知道傅彪说有大事儿，让大家赶紧过来。你这扫把星，怎么在这儿？娘，这丫头旁边还站着官差，该不会她惹了什么事儿吧？可别连累了何家呀！闭嘴！如今她可不是我们何家人。这到底咋回事啊？哟，咱们大田村可从来没见过有官差上门，今儿个倒是稀奇了。可不是嘛。这时黄麻子的母亲廖氏和父亲黄大发也过来了。儿子，这是咋回事啊？紧接着又看向一旁的村长。村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哼，这大晚上我也不想闹这么一出，我还想知道怎么回事呢。你倒是问问你儿子干了什么好事。哎呀，儿啊，这到底是咋回事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昭莲，你没事吧？三婶，我没事。大家听我说，今晚我回来，正好遇上这两个贼人去我家偷东西，幸亏有高捕头送我回来，被他抓了个正着，不然我这会儿估计被人害了还不知道呢。听说黄麻子他们俩去偷昭莲，不少人都交头接耳。昭莲能有什么东西偷啊？她能养活自己都不错了。就是，你们别小瞧人，谁说昭莲没有东西？你们看她地上摆的东西不就是吗？这又是米面，又有兔子。再说前几天我还看到昭莲背了不少东西上街去卖呢。大家伙安静安静，
这黄麻子和二赖子确实偷了昭莲的东西，不仅偷了他的米面，还偷了他的兔子，被高捕头捉了个正着。另外，在他身上还搜到了一个钱袋，这钱袋不是昭莲的，也不是他们俩的。大家伙看看，你们最近有没有人丢了钱袋？说说这钱袋是什么样的，里边有多少钱，看看能不能对得上。我的钱袋前2天不见了。哎，还有我的也不见了。哎，我的也是这2天丢了，正寻思着是哪个挨欠到的，想不到原来是他们俩呀。好，那你们几个说说，你们的钱袋有什么特征？里边装了多少钱？我的是灰色的，装了2两5钱银子。村长啊，我的是蓝色的，这钱袋上边还绣了我的姓氏。村长让他辨认，这陈冬花一眼就认出确实是自己的钱袋。哎，没错，这就是我的钱袋。你要是不信呐，你把里边的铜钱倒出来，每个正边我都刻了记号。村长听完他们的话，心里有了个大概。这么多人，只有陈冬花说的比较贴切。哎，没错，这就是我的钱袋。你要是不信呐，你把里边的铜钱倒出来，每个正边我都刻了记号。你们2个杀千刀的，居然偷了我的钱袋！我早就猜到是你们俩了，没想到果然是。官差大老爷一定要把他们送官呐！婶子，你的钱袋真不是我们俩偷的，是我们在那臭丫头那儿拿的。叔婆，我确实是在黄麻子他们身上搜出来的，他还偷了我的米面和兔子。哎，我信，我信。高捕头看着事情已经调查清楚，对着村长说道：村长，麻烦你派人帮我把这2人一块押出去。好。这黄麻子的爹娘看着儿子被抓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都是你这扫把星，要不是你，我家儿不会被抓。廖氏，你闹够了没？自家儿子做这般丑事，还怪别人。黄大发，还不快点把你媳妇儿拉回去！老婆子，快回去吧，别让人看笑话了。你还算是个男人吗？看着人家这么欺负我们娘们儿。村民们纷纷的摇头，自己儿子犯了错，还赖别人。行了，没啥事儿了啊，大家回去吧。村长，给你，我顺便还你的黑面。哎呀，这可怎么成啊？我让富贵拿给你的可没那么多呀。哎呀，昭莲，你看这么多东西，你是不是得孝敬点给阿奶呀？二娘，如今我跟你们毫无关系，别跟我扯孝道。你们是不是忘了我跟你们已经断亲？要不要让村长提醒提醒你们？昭莲说的没错，你们已经断亲，别再想着打他这些东西的主意。村长，麻烦你跟我走一趟。昭莲向村长说明了缘由，村长二话没说，让老杨氏回家。紧接着打着灯笼和昭莲跟在后边。让你给我提水，你不高兴了是吧？好大的胆子，还把桶给摔烂了。待会儿阿奶回来，我让她打死你。哎呦，你们2个赔钱货，竟然把我的桶都给我打烂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何月娥看到老杨氏回来，赶紧上来告状。原来是何月娥让昭凤给她提水洗澡，谁知道昭凤因为1天没吃饭，没力气，提水的时候不小心把桶摔到地上，摔烂了。阿奶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大姐二姐，你们俩的脸咋了？大姐二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村长在这儿，不要怕。你说，这是不是他们打你的？他们俩是我娘打的，谁让他们俩在你那儿吃了兔子肉还不承认？招福这番话让李氏和老杨氏太阳穴突突的疼。杨氏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村长啊，这招福还小，他说的话你可不能信啊。招风招娣，你们俩说。招风不敢开口，倒是招娣开口了。招娣把这事儿的前因后果原原本本的说了个遍。这时跟着过来的村民顿时纷纷指责：你们也太缺德了，这都能做得出来，
他们可是你们的孙女，人家昭莲跟你们断亲了，还打发招凤他们俩去他那吃饭，要么就把他们俩给昭莲。就是，没见过这样的人。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的，和森在屋里边开口了：“村长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你咋带那么多人过来？这不坏我们名声吗？哼，你们还顾着名声吗？村里面的名声都让你们给败坏了。”就是败坏我们大田村的名声，一大家子居然在几岁的孙女嘴里刨食。就在这时，昭莲说话了，说要是何家养不起他们俩，就把招凤他俩给自己，要么就给饭给他们吃。老杨氏，怎么样？跟你们家老头子商量下。老杨氏赶紧跑进了屋子里边，和杨森商量起这事儿。事到如今，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是把招凤给昭莲，要么是把饭给招凤他们吃。老杨氏当然舍不得把招凤给昭莲，这样家里头就少了2个使唤丫鬟。再说过几年又可以把他俩嫁了。老两口商量后，老杨氏向村长保证，以后家里吃什么，招凤他们就吃什么。很快，时间来到了6月中旬，阳光普照，天气太热了。这天中午吃了饭，赵莲抱着布匹过来找王氏：“三婶，我买了几匹布，想让你帮忙做几件衣裳。”哟，这料子好，柔软舒服。赵莲儿啊，我们家老大媳妇这做衣服的手艺好着呢。你看春兰还有春菊还有李彤，他们的衣服呀都是他娘做的。赵莲，你四婶做衣服也是不错的，不如这样吧，娘，这颜色你穿着肯定好看，显年轻。对，这颜色我们招福穿着也行。你们不要太过分。还有这藕色，给芳儿做套衣服也是不错的。赵莲，这可咋办？看来他们的记性很差，忘了上次的事了。赵莲扭头看着刘氏和王氏：“三婶、四婶，每套再加5文钱，我给你们每套20文钱的工钱。”好嘞，赵莲，用你这句话就行了。这下他们也不再客气。大嫂，快关门，快点把布放下，放下！还有你们几个，赶紧的把布放下！你们是想让我死是不是？快把布放下！你们快把我们娘放开！刘氏，你快把刀拿开，我们不要了，成不成？想不到被这么一下，老杨氏居然直接被吓尿了。算你们识相，再有下次，我可不客气。老杨氏一看脖子上的刀被拿开，赶紧发疯似的打开了门，惊慌失措的跑出去。李氏他们赶紧也跑了出来，一路跑一路喊道：“哎呀，杀人啦！厉家媳妇要杀人啦！”哎呦，这该死的老杨氏，想不到一把年纪还吓尿了，臭死了！二婶、四婶都怪我，要不他们不会到这儿来找你们麻烦的。哎呦，说啥话呢？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，趁着机会啊，好好教训教训他们。看到他们惊慌失措地跑回来，何木和何竹兄弟等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，顿时也来气。看着他们拿着刀子棍棒想去李家讨说法，被父亲何森给喝住了。你们几个给我站住！爹，他们李家也太欺负人了。就是啊，老头子，你们没看到当时那情况，那刘氏把刀都架到了我脖子上。谁让你们去的啊？上次受的教训还不够啊？再说昭莲跟我们断亲了，你直接上李家去拿东西，那不明抢吗？要是人家真的动起刀子，你还不占理？老头子，那臭丫头如今可能耐了，咱们就没办法。他到底是个小孩儿，咱们硬的不行，来软的。嗨，老头子，你说的对，这小孩子嘛，哄哄就好了。咱们把他哄好了，到时候他手上的钱可都是我们的了。老杨是扭头看着招凤和招娣，笑着向他们走过来。
赵凤、赵弟，你们俩想不想赵莲？阿奶知道你们想她了，你们要是想她了，可以随时去找她，阿奶不骂你们。阿奶，这是真的吗？真的，她毕竟是你们妹妹，你们俩要是想她，可以随时去找她，告诉赵莲，阿奶也知道错了，让她原谅阿奶，咱们毕竟是一家人嘛。说着说着，老杨是又是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张凤听得心里不是滋味。阿奶看来是真的变好了。阿奶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跟赵莲说，你想让她回来。老杨是心里冷笑，还是这臭丫头比较好骗。去，你们这会儿去找赵莲，下午不用去干活了。李氏和梁氏他们几个顿时面面相觑，不知道婆母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娘，这几天下了雨，田里要翻地了，还得拔草，你让他们俩去找昭莲，那谁来干活啊？咋的？他们不去还干不了活？不是还有冬儿和月娥、风儿吗？让他们去就行。娘，高氏还想再说什么，梁氏瞪着他，顿时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阿奶，凭什么他们不用去，我们要去干活？你懂什么？让你去就去。二嫂，娘该不会是脑子被吓坏了吧？梁氏摇了摇头，他也不知道。张莲，我是大姐，我们看你来了。大姐、二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过来，阿奶知道吗？阿奶让我们过来的。招娣把老杨氏跟他们说的话说了一遍。张莲，你在忙啥呢？大姐，这屋子到处漏水，正忙着好好的收拾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快来帮忙。好，我们帮你。张莲，阿奶说她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她吧。大姐，你别说了，说什么我也不会去，我也不会原谅她。现在我跟他们毫无关系。赵琳不想再跟他说这样的话题，回房拿了2双鞋子出来让他们试穿。大姐、二姐，试一下这双鞋子，我特意给你们买的。看到赵莲拿出来的新鞋子，上面还绣着小红花，两人高兴坏了。可是看着自己黑漆漆的脚，又怕弄脏，有些犹豫。怕啥？洗干净试穿一下。眼看着天快黑了，赵莲让他们回去，并且让他们告诉老杨氏死了这条心。周莲，大姐，你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我跟何家已经毫无关系，到时候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俩接出来。阿奶毕竟把我们养大。哎呀，大姐，阿奶对你说2句好话，你还原谅她了。我还是想跟昭莲在一块儿。此时的老杨氏正站在院门口，伸长脖子张望着，心里头暗想：这俩臭丫头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？莫不是在扫把兄那儿吃香喝辣？啊，少弟，咋办？你看阿奶在门口等着我们呢。你们不想回来了是吧？在门口转悠半天不进来。二娘，赵凤和招娣小心翼翼地喊了句：回来的正好，赶紧的去煮饭。没想到李氏并没有骂他们，赵凤和招娣松了口气，赶紧向灶房走过去。